在国内外棒球专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，台湾棒球队勇夺世界12强冠军，并终止了日本国际赛27连胜的纪录。由于这次成员以中华职棒的成员为主，过去台湾职棒球员在国际赛上的表现往往不被看好。不过，近年来职棒球队都获得大财团加入支持，投入更多资源欲训练和设备升级。题外话，你知道在2013年，高人气的兄弟向球员还在举蒸馏水桶做重训吗？高薪资吸引旅外球星担任教练，带来每日的专业训练方式。这次台湾牛棚选手几乎完美的表现，担任牛棚教练的旅美球星王建民功不可没。台湾职棒球员已经逐渐摆脱过去单靠天赋的打法，即由现代化的训练方式展现更强的实力。此外，这次比赛的情搜工作也做得非常细致，得以落实战术安排，让比赛几乎按照剧本进行。赛程安排对台湾也相当有利，让台湾能在决赛以最强阵容迎战日本。不过，对日本来说也是如此。双方在最后一场都是用最强的阵容对决，因此这场胜利并非侥幸。对于复赛最后一场无关胜负，台湾派出左投陈百清消耗场次的调度，也遭部分人批评为不讲武德。这些批评都忽略了比赛规则内的调度策略本就合理，而且张毅接手后的3局也未失分，林玉明实际上也只投了4局，后面5局日本队也未得分，足以证明台湾整体实力的提升。那些批评的人的气度还是学大谷翔平，很快就转发社交媒体 IG 祝贺中华队夺冠，展现了高度的运动家精神。最后不得不提的就是主场优势，台湾能参加复赛，最后打入决赛，首先要先在预赛取得前2名的资格。台湾队预赛都安排在晚上在巨蛋球场比赛，让缺乏大型室内棒球场地的对手较难适应。现场特殊加油方式和啦啦队带动气氛下，也让这些远道而来的预赛队伍更加水土不服。有外国参赛成员受访就提到，现场加油声跟地震一样。就结果而言，刚好就是那些没有大型室内棒球场的球队被淘汰了。棒球的话题相关的讨论已经很多，今天我们借台湾棒球夺得世界冠这个议题，来讲一个较少人谈到的内容，也就是台湾的啦啦队经济。啦啦队经济。台湾早期棒球是没有啦啦队的，所以更别说带起啦啦队经济跟风潮这回事。球迷之间戾气很重，常发生冲突，球场甚至发生球迷互殴、拆座椅、球员跟球迷打架等。最早的啦啦队要追溯到拉怒熊跟韩国职棒3星狮的友谊赛受到启发成立的拉怒 Girls， 随后随着球队更名为 Lamigo 桃园，改名为 Lamigo Girls，啦啦队后来也成为吸引球迷的重要元素。全员主场的经营模式成功带动主场氛围，也成为现在各队主场的营运方式。这些发箱区的设置也改善了球迷间的冲突，让输球的怨气得到转移。随着职棒逐渐摆脱签赌阴影，球迷人数复苏，啦啦队成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。台湾的啦啦队也红到国外去，例如林香登上日本杂志封面，吸引那些经营更久的日韩啦啦队成员来台发展。而今年2024年，更有多位日本、韩国的啦啦队员加入应援。去年李多惠的成功是关键，从他今年获得就业金卡这件事来判断，按照金卡取得标准，也就是前3年的某一年度年薪要192万台币以上，而且很可能去年就已达标，才能在今年取得。可想而知，今年收入应该更多。很多人推测李多惠的年收入达到1000万级别，但至少就业金卡的门槛192万台币是摆在那里的事实。不过很多人以为主要收入是啦啦队薪资，还有台湾啦啦队薪资比韩国高的传闻。不过啦啦队的薪资通常是日薪算，应援的场次可能才是薪资关键。台湾职场文化比较没有所谓的上下辈关系，所谓的球场主角只能是球员，也不是必然。啦啦队也可以是主角，甚至也被视为运动员。确实，相较韩国来说，台湾环境更自由，但这就代表收入比较高吗？恐怕未必。就拿统一师韩籍啦啦队员咪咪赵娟周自己亲口的说法，她某个月才安排跳2场，纯啦啦队的薪水比她在韩国少。而且赵娟周还是少数在韩国就能跨越啦啦队领域的成员，有电玩游戏的代言，也参加过 Netflix 节目《体能之巅》、百人大挑战，收入差距可能比一般啦啦队员更大。另一个釜山女神李浩珍，在今年台湾棒球应援结束后，篮球季也是选择回到韩国。
就结论来说，纯啦啦队收入，这些韩国啦啦队成员来台湾可能不一定比韩国高，在台湾担任啦啦队，可以成为在球场另一个焦点，也就是艺人化才是关键。换言之，在台湾可以有更多业外收入，让他们能拓展至商业代言、节目出演等领域，实现收入多元化。二，为何啦啦队成员能够艺人化？台湾虽然如今不如日本、韩国的传媒影响力，但也有数十年影歌式发展的背景，电影、戏剧和音乐都曾经输出海外。前阵子闹得不可开支的周董演唱会的门票黄牛事件，周杰伦就是在全世界都具有知名度的台湾歌手。虽然现在如我之前影片媒体破碎化所提到的内容，如今已经很难出现像周杰伦这种现象级的艺人。对那部影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连结前往观看。但台湾有不错的底蕴，并非所谓的传媒沙漠。可是，在这种环境下，居然还能让几乎每个外籍啦啦队员就能迅速站稳脚步，成为艺人，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，但却又说不出真正原因。其实，真正的原因是台湾 idol 类的艺人出现缺口，让那些想近距离贴近偶像的粉丝找不到支持的对象。因为台湾没有这种类型的艺人，所以特别补充说明一下何为 idol。演员跟歌手通常是归类在明星 star 类的艺人，不过明星跟粉丝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刻意保持距离，如此才能强化粉丝购票支持的意愿。这是从背后商业逻辑去考量，也就是保持神秘感。而且 idol 通常可能也会参加许多在街头舞台、面对面公开表演的方式，这类活动常让影帝影后、歌王歌后去唱跳，似乎也很违和。不过总是会有一群人希望能跟喜欢的艺人距离更贴近，因此对应这块市场就出现了一种靠着魅力吸引追随者，愿意与粉丝共享成长过程类型的艺人，这就是所谓的 idol 偶像艺人，或简称为偶像。日本当然是 idol 市场最成熟的国家 ，idol 可以是独立发展，成为所谓 idol 圈的佼佼者，依然有机会赚得不菲收入。最知名的 idol 团体就是你可能也有听过的 AKB48。而刚刚也提到分享成长过程，所以也可以视为 idol 是想要发展成为未来明星的艺人，因此练习生、选秀节目出道的素人等等，广义上也可以视为 idol。不过因为台湾这块市场并不成熟，因此以前虽然有过几档很成功的选秀节目，超级星光大道跟超级偶像等等，但是因为台湾并没有这类艺人发展的市场，因此后来出道的人，除了极少数能获得发行唱片机会成为歌手之外，不是到对岸大陆去发展，不然就是得转入戏剧圈。台湾缺乏 idol 生存环境的原因，第一当然是人口因素。idol 一般来说需要靠本土市场支撑。我们以发展成熟的日本 idol 的商模举例，像是周边商品销售、举办见面签名会增加黏著度、办收费制的粉丝俱乐部拉近距离等等，这些时间短、频次多的活动几乎可以说是本地人限定。当然也有一些国外跑去追日本 idol 参加活动的粉丝，但交通跟食宿成本就让限制很多外国人参加。台湾人口连韩国的1/2都不到，对比日本有超过1亿以上的人口更不用说。而且 idol 一般来说都会唱歌跳舞，台湾还有不小比例是纯方言人口，闽南语跟客语，这些人口扣除后，再扣除老幼人口，如果还要把支持男女 idol 的再分为男跟女，那实际上的潜在市场人口绝对不足1000万人。第二 ，idol 大部分也都会拍一些杂志、写真书等等，在台湾有一部分比较保守的人，还是主观上比较轻视这种行为。当然，这种想法现在已经逐渐改善，不过这在过去确实限制了台湾 idol 发展的可能，因此台湾也没出过什么知名 idol。甚至就连这个名词的含义都很陌生。台湾对于偶像的认知可能还是歌手或演员，只靠拍写真跟举行各类活动走红的个人或团体几乎没有。台湾少数拍写真入行后来走红的案例，例如舒淇是靠转为演员而成功，并非是以 idol 发展的形式崛起。同样的，很多人也会把 idol 跟所谓的小模搞混，确实两者有些相似，都以接活动跟代言为主，不过两者的生涯发展规划其实大不同。idol 从零经营粉丝，未来想以表演作为发展目标，唱、跳、肢体表演的训练可能是未来成功的重点。小模未必要深度经营个别粉丝互动，
而是以流量为主，如何蹭话题热度更重要。未来以大型活动跟广告代言作为主要收入来源，两者会对于粉丝经营有差别的原因在于，前者往往需要粉丝掏钱支持，在意粉丝的黏住性，也就是深度；后者更重视粉丝的扩散，在意粉丝的广度。进入20世纪后，因为网络跟自媒体的出现，多了自媒体网红的这一种公众人物的身份，多少填补了台湾这一块市场的缺口，但跟真正的偶像养成的粉丝经济依然有差距。因为这类网红通常也会办粉丝活动，没错，但收入来源也是来自流量跟广告代言。台湾过去没有经纪公司系统培养，跟上下游产业的支持，以及缺乏成熟的市场大环境背景，很难形成可持续的产业收益。关键因素还是在于人口数量，例如直播打赏的经济模式，主要也是针对这一块市场需求而衍生的。但台湾会去支持 idol 的群体，如上面分析的并不算多，因此台湾虽然国民所得不低，可是新秀型的直播市场一直不火。虽然台湾支持 idol 市场的人口不足，但是这一点刚好有庞大的球迷，棒球跟篮球填补，爱屋及乌情况下，让这些啦啦队员有更多的人支持。idol 应援跟球赛应援又很类似，加上台湾比较包容的文化，啦啦队员向外发展也能得到球迷的认可跟支持，让支持的群体能够扩张。同样的，有些原本不看球的粉丝，也因此购票进场，带动球场门票跟周边的收益，球团也更愿意增加福利跟待遇，吸引更多优秀的人加入，从而形成一个正循环。例如三正武爆红，在韩国也拥有高人气，被称为 AI 美人指无死角的意思的李珠莹，几乎也确定明年会来台湾发展。球迷跟偶像艺人的粉丝两种群体加成的市场，是让啦啦队成员能够艺人化的关键。韩国啦啦队成员在直播打赏收入能达到台币6位数以上，也是因为同样面向的是想要近距离接触偶像的粉丝。因此，与其说台湾现在啦啦队风潮是特定人而带起，其实从整个市场宏观跟商业逻辑来看，就可以发现这情况比较像是时势造英雄。即使日韩没有限制啦啦队成为球场焦点的问题，但日韩的艺人分级明确，并没有出现如台湾一样的爱豆偶像市场缺口，也很让啦啦队成员都能够顺利艺人化。结论，如今很多球团也嗅到这商机，除了原本球员，才有周边商品，也出啦啦队的周边小物，让啦啦队出一批单曲之类的，其实都是参考爱豆偶像的市场经营。不过，以球团的立场，要认真推动似乎也不现实，毕竟啦啦队成员各自来自不同经纪公司，签的合约长短也不同，可能变成花钱花资源捧红后，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情况。因此，现阶段多半是浅尝辄止的方式，在没有专业经纪公司跟资金支持下，即使知道有这市场存在，但短期内恐怕也很难出现系统化增加啦啦队效益的模式。所以你说台湾的啦啦队经济产业已经发展完成了，恐怕也没有这么乐观。如果只是能上通告拍广告，只是对个人的收入有提升，但并不能称为产业链发展完成，不把饼做大，早晚会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。要成为产业规模，除了产品艺人跟市场，还要有上下游产业，就像韩国的造星工厂，或是日本有动漫产业衍生的 cosplay 圈的综合文化，形成各种多元收入的发展形态。台湾现在属于萌芽的阶段，由于市场跟环境不同日韩，也只能自己摸索探寻出路。台湾首次在棒球国际3大赛、奥运、经典赛、12强中夺得世界冠军，可能也会连带啦啦队的后续关注度更高。因此，未来几年啦啦队的风潮还是会持续，也会有更多日韩啦啦队员加入。不过，如上面分析的，啦啦队经济产业的模式并未成熟，台湾人又常常会出现一窝蜂跟进的情况。未来一定会有更多人跟群体只有看到利益，但缺乏深耕的想法跟经验，导致产生很多乱象，可能连带市场被破坏，或产生负面印象，进而影响正向发展，难以形成一个长久可持续的产业生态。最近就看到有网红 YouTuber 打算做韩国啦啦队员的经济，当然有人愿意投入都算是好事，理当支持。不过有市场、有产品 idol 如何趁这股风潮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模式，甚至成为能向海外输出赚取外汇的产业之一，可能才是想要投入这领域的人应该去思考的地方。喜欢本频道的影片，别忘了按赞加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新的影片哦。